近日 TikTok 博主 Jay Raju 因制造种族对立等虚假信息被法院起诉。很多时候在网上发帖，最危险的是自己踩的是哪一条法律都没分清。新加坡有许多关于网络的法律条例，下面我就来聊聊很多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弄混淆的反假新闻法和防止骚扰法这两条法律。其实两者区别很简单，一个处理的是信息真伪，一个处理的是对人的伤害。在你以为自己只是正常发生的时候，很容易突然中招。今天我就用最常见的一些网络案例，把两者的区别以及适用场景一次讲清楚。为什么大家特别容易把这两部法混在一起？很多人觉得反正都是网络纠纷，应该差不多，其实差很多。这两部法真正让人混淆的是我们平时发的内容。比如你看一个很常见的句子，这个人骗了我，这里面既有事实指控，也有针对具体个人的攻击效果。再比如在居民群里转发某区最近治安很差，已经发生很多抢劫，如果没有可靠来源，这里面是事实真假问题。可如果你接着贴出某个住户的照片、单位号、工作地点，让大家去盯着他，那就已经不只是消息真假，而是对人的伤害和现实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到被举报，脑中只有一个模糊印象，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哪条法律去看。先分法，再分场景，最后分操作。你只要把这条线抓住，很多网络争议看起来就不会再是一团雾。先把反假新闻法讲清楚，它主要是你有没有传播一个可以被核实而且被认定为虚假的事实陈述，并且涉及公共利益，这条线一定要分清。比如你说我不同意这项政策，我觉得它会增加生活压力，这通常是意见，是价值判断。可如果你说政府已经偷偷改了某项福利资格，或者现在新加坡失业率暴涨，或者某疫苗已经证实造成大量严重后果，这些就不是单纯意见了，而是可以核实的事实陈述。既然可以核实，就会有真和假的问题，一旦被认定为虚假，又触及公共利益，反假新闻法风险就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常见误会是，很多人以为反假新闻法等于不能批评，其实不是。批评、质疑、反对本身不自动等于违法，真正危险的是你把猜测、传闻、旧数据、断章取义的片段包装成已经确定的事实。第二个误会是，很多人一听到反假新闻法就以为马上会坐牢。对普通网民来说，更常见的现实后果首先是更正机制，也就是你原来的内容不一定立刻消失，但可能被要求附上更正声明或更正链接，让看到原帖的人也能同时看到官方澄清。过去这些年，官方公开的数据一直显示，反假新闻法相关指令并不是极少数事件，而是持续存在，涉及政治、社会、公共卫生等不同主题。第三个误会是，很多人觉得我只是转发，不是原创，或者我人在海外，平台在海外，应该没事。也不能这样想，只要内容是在新加坡传播，面向本地受众，并且影响到本地公共利益，风险并不会因为你是第二手转发就自动消失。尤其当你转发的时候，还顺手加一句已经证实了，大家快传出去，你其实是在帮这条信息继续放大。你可以有立场，你可以批评，你也可以质疑公共议题，但只要你把意见伪装成事实，或者把未经核实的内容说得像已经板上钉钉，反假新闻法就会比你想得更近。如果说反假新闻法在看你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防止骚扰法看的就是另一件事，你有没有把一个具体的人逼到现实生活里。这个现实生活不只是身体接触才算，持续辱骂、羞辱、威胁、恶意联系、跟踪、公开私人资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肉搜索，都可能是问题。很多人最容易误解防止骚扰法的一点是，以为只要自己讲的内容是真的，就不会有事。其实不一定，因为防止骚扰法的焦点不是公共事实真假，而是你是不是针对一个明确的人做出骚扰、威胁、羞辱，或者让对方暴露在现实风险中的行为。举个很常见的场景，你私下交易里跟别人起纠纷，你当然可以留证据、投诉、报警，可如果你把对方姓名、电话、公司、照片、住址甚至证件发上网，或者号召别人去他公司投诉，去他家找他，这个性质就已经完全变了。再看另一个常见误区，
很多人以为防止骚扰法只处理陌生人网暴，其实不是，它也可能发生在情侣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上司和员工之间。比如分手后不断换账号、骚扰前任、发影射内容、半夜连环发讯息，或者把对方照片丢进群里让朋友一起骂。再比如职场里长期用群组羞辱某个员工，反复点名、嘲讽、公开施压，这些都不是一句我只是发泄一下就能轻轻带过的事。法院在看这类情况时，也不是只看你有没有讲脏话，他会看对象是否明确，行为是否持续，内容是不是带有威胁或羞辱性质，受害者有没有因此产生明显困扰、恐惧，甚至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防止骚扰法不是只看字面，而是看整体效果和现实影响。如果你是受害的一方，第一件事不是立刻反击，而是先把证据留完整，截图要带时间，链接要保存，账号名称、群组名称、发文顺序都要记录。因为很多人后来才发现，自己气不过回骂了几十条，结果把原本清楚的受害结构也搅乱了。这里我要提醒一句，不要把维权做成加害。你可以投诉，你可以报警，你可以申请命令，你也可以公开讲自己的经历，但不要跨过那条线，变成公开羞辱、持续追打、泄露资料、号召围攻。因为一旦跨过去，原本你可能是受害者，后面也可能反过来承担责任。所以记住，防止骚扰法管的从来不只是难听的话，它管的是你有没有把一个人从网络争执推到现实风险里。讲到这里，很多人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法条名称，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我到底还能不能批评、爆料、投诉、反击？答案是可以。下面我来说说发帖前需要考虑到的事情。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现在写的是意见还是事实指控。如果是事实指控，那你就要先问自己，证据在哪里？其次，你要知道你针对的是公共议题还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旦对象是具体个人，风险马上上升，因为这时不只是信息问题，还会牵涉到对方的名誉、尊严和安全。有没有放进不必要的私人资料、住址、电话、工作地点、家人信息、证件片段，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跟你表达观点根本无关，但一旦公开，防止骚扰法风险会明显上升。那如果你已经被举报了，怎么办？先做这3步。第一，把原帖、留言、通知、邮件、链接、时间线都留好。第二，不要马上再发一篇长文去骂对方，说自己被针对、被陷害。很多案件不是原帖最严重，而是后面连续加码把问题做大。第三，先判断它更像哪一种法律问题。如果焦点是你说的事实真假，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优先往反假新闻法方向理解。如果焦点是你对某个具体个人的辱骂、威胁、公开资料、持续骚扰，优先往防止骚扰法方向理解。必要时尽快找专业法律意见，不要只靠网友留言判断。最后提醒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高风险场景，就是双法并用。比如你先发一则未经证实的指控，说某人或某机构做了某件事，这一层可能已经有事实问题。接着你又贴出相关个人的照片、电话、公司，让大家自己判断，或者干脆去找他。这时就不只是说错话，而是做过头。一个碰到反假新闻法，一个碰到防止骚扰法，后果会叠加。所以成熟的网络表达不是完全不说，而是知道哪些能说，哪些要证据，哪些绝对不能越线。反假新闻法看的是你讲的事实是真是假，而防止骚扰法看的是你对一个具体的人有没有造成骚扰、恐吓、羞辱，或者把对方资料公开出去。前者提醒你，公共议题不要把猜测说成事实。这条视频不是要你害怕发声，更不是教大家什么都别说，而是你要知道怎么说，什么时候要核实，什么时候要留证据，什么时候绝对不能越线。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先收藏起来，也可以转给家人、同事。你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难分辨的法律词汇？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想继续看新加坡民生法律的通俗解读，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视频见。